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华为的张永进。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Mini App 当中我们正在讨论的 Packaging 和 Manifest 两块的技术内容。首先 Mini App Packaging 实际上是一种打包的技术。目前在设计组里面我们讨论Mini App 的 Packaging， 我们准备采用zip 的这样一种文件格式。那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一个完整的 Mini App 所需要的各种文件和资源能够完整的打包成一个同样的一个单一的文件。那么这个文件这个 package 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或者各种不同的渠道被分发到所谓的 hosting platform 上，也就是我们的客户端的平台。至于分发的方式，目前我们还没有去详细的定义。但是这个包到达了客户端以后，会由 hosting platform 去解析它，然后去做相应的执行的动作。那么在这个 packaging 当中，目前我们包含的这个内容有如下一些方面。首先是会有一个叫 manifest.json 的一个 JSON 文件，这个文件是用来对整个 manifest 的全局的配置做一些设置。那么此外还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app.js， 那么这个 JS 文件是整个 mini app 的一个主应用入口同时它也会负责 life cycle 的管理。那此外可能还会有 app.css， 那么是对整个 mini app 的全局的 style 的配置。另外一个就是会有一个 pages 这样一个目录，在这个目录里面可能会包含一系列的跟 mini app 页面相关的文件，这里面可能有4种类型。首先对于每一个 page 来讲，它可能会有一个主要的应用逻辑，就是点 .js 文件。那么同时可能对这个 page 有一个布局的一个配置。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点 XML， 但可能具体的技术规范我们还在讨论中，也许不完全是一个 XML 文件。那么对每个 page 可能还会有它的配置文件点 JSON 以及它的 style 文件点 CSS。由于一个 mini app 可能会有多个页面，所以这些页面可以由不同的子目录来组织，当然也可以平铺。这个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特别具体的约束我们认为是可以由开发者自己来安排。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个叫 common 的目录，在 common 目录里面通常是会存放一些公共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一些图片然后一些公共的脚本，或者是一些可重用的 UI 的组件或者是一些布局的模板。这些资源可能会被一个或者多个的页面文件所使用。当然这页面还包含我们可能后面要谈到的 widget。同样的就是对这些资源的组织也可以采用子目的方式。但是这些详细的细节，包括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些 component， 就是它的组件或者控件的详细的定义，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讨论，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规范。那最后可能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叫 I180N， 也就是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的一个目录。这个目录里面主要是存放着多语言的配置，也就是一个 mini app 有可能会在多个地区被使用和部署。那么面向不同地区，开发者可以给它去做相应的多语言的配置。这里面主要是对一些字符串的这种配置和替换。详细的规范目前也还没有开发出来，那这个后续会做详细的讨论。那对于整个 mini app 的 package 的安全方面的考虑，这里面有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认为它需要有比较完善的数字签名的机制，用来保障这个 package 它的一个完整性和它的一个可信。详细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机制目前还在讨论中。那么对于一个 mini app 的它的解析，一般来说可以看成这样5个步骤。其实在最开始的 mini app 介绍当中，我们之前已经有看到那么它首先是我们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渠道来获得这样一个 package， 也就是它的一个 archive 文件，我们姑且叫做点 .ma 文件那么这个文件通过不同的渠道被分发下来以后，它的客户端的平台需要对这个 mini app 的 package 文件做一个完整性的校验，这里面最主要是一些数字签名的技术，从而保证这个 package 是来自于一个可信的应用作者、开发者，或者是一个可信的分发平台，比如说一个应用市场，或者是一个super app，并且这个包在传递过程中没有被中间人所损坏。
那么这个包本身完整无误以后，那需要在这个包当中去解析出相应的文件。那首先是要去看它的 manifest 的配置文件，从中去获得这个 mini app 部署所需要的一些平台兼容性的信息，从而做这个兼容性的检查，包括相关应用权限的检查可能还会获取一些默认的关于 UI 风格的配置或者一些页面的信息。获得这些信息以后，那么客户端平台就可以去准备它的一个 runtime 的环境，包括它的逻辑层和视图层。那最后这个会启动这个 mini app， 这个启动我们需要找到这样2个入口，首先是一个 app.js 的这样一个主的应用逻辑入口，另外就是它的首个呈现的页面这个呈现的页面回头我们可以在那个 manifest 的介绍当中有看到。在我们研究开发这个 mini app package 规范的过程当中，也分析和调研了过去的一些打包的技术和标准，包括一些正在制定的标准，对他们做了一些对比。这里面其实主要是看以往的技术或者是其他正在开发的这些技术能否跟 mini app 的打包做一个融合或者借鉴。我们从它的对客户端平台的支持的情况，对打包内容的分析，以及对 Web 的依赖程度、打包的文件格式以及签名技术这几个方面做了一些比较。目前来看，可能其他的技术还不太适合直接用于 mini app 的打包。其实主要的区别是在于说mini app 虽然它用了很多相关的 Web 技术，比如说 JS 的语言或者 CSS 的一些技术，但实际上它本身的打包的内容还是更像是一个native 的移动应用，而不是一个 Web 的页面或者是 Web 的一些资源的一个快照。对，那比方说在Webpack 这样的一个技术里面，它里面可能会针对一系列的 Web 内容的交换，就是基于 HTTP 的请求或者响应的一些信息，来考虑怎么样去给它做一个打包的方式。那这样一个假设会有很多针对 HTTP 的一些专有的设计，比如说针对 HTTP header 的一些扩展，或者是包括它打包格式的选择，用 CBOR 的这种方式。那这些设计我们认为可能还不太适合 mini app 这种方式。另外一个更早一点的技术就是叫 Web Package， 那么它其实跟 Webpack 是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不同的是它采用的是一个特殊的打包格式，叫做Streamable Package Format。那这个技术已经是一个 obsolete 的技术，目前来看也是有类似的就是问题，它是针对 HTTP 的一些特殊的条件或者是约束去做的设计。那么还有一个更早一点的技术，就是 widgets 这样一个 WSNC 标准。它这里其实跟 mini app 有一定的相似，因为它这里其实也是不完全依赖于一个 web service 或者是 website 的一个存在，那么它其实也可以部署一些本地的一些小应用。但是这个技术比较早，它里面所采用的一些安全的机制，比如说基于 XML 的一些签名技术，我们认为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风险，可能不太适合现在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正在定义的标准就是轻量化的一个打包格式，LPF。那么它主要是针对一般的这种数字出版物的这样一个打包技术。目前规范内容来看，可能还不是很完善。比如说在安全数字签名这方面，目前还没有看到它相关的定义。那么，从这个目的出发点来看，可能也不太适合 mini app 的这样一个环境。对，这是对于打包技术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情况可以在就是 expand 里面可以看到。那么针对其中的 mini app package 当中的一个 manifest 文件，这个文件比较重要。那么针对它有一个专门的规范去描述这里面所需要的一些属性成员的信息定义。其实这样一个配置文件里面包含了这样几个部分。首先是一些基础的元数据 metadata， 比如说关于一个 mini app 它的一个应用的名称标识，然后它的简短的描述、语言的配置等等。那么另外一块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对于 mini app 的版本的控制，比如说这个 app 它本身的一些版本的信息，以及它所依赖的
client platform 的一些版本的最小的要求。然后第3块就是对于 Media App 本身的一些页面路由或者是窗口的一些风格的配置。因为 Media App 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Web 应用，那么所以它的整个界面其实是需要一个更加准确的一个描述或者是配置的方法，来保证整个应用体验在不同页面之间的一个一致性。对，所以会有这样一份配置信息。那么最后一部分是还有一些配置的信息，当然这个规范本身不好意思，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权限管理的一些信息的配置。权限管理其实是主要是因为 Media App 它会依赖于一些客户端平台或者是native 的 OS 它所提供的一些特殊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可能跟用户的敏感数据相关，比如说用户的联系人信息，或者是用户的位置信息，或者是终端的一些硬件的能力，比如说摄像头的能力，或者一些特殊的 API 的访问。所以在这块会有一些比较严格的权限的这个访问控制。右边会有一个这样一个样例，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对。那同样的，我们在开发 Media App Manifest 规范的同时，也去分析了其他的相关的技术。那我们发现Web App Manifest 是一个比较接近的技术。那在这里面，这张表格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的分析。其实，其中一部分信息其实是很相通的。比如说，对于一个应用，它的一些基本信息、元数据的描述、它的名称、它的一些图标等等语言，那这些信息我们其实是跟 Web App Manifest 是基本上对齐的。个别的那个属性的名称不一样，这个其实后续是可以考虑去进一步对齐。那此外，可能 Web App Manifest 里面还提供了更多的一些配置信息。那这些配置信息目前在 Media App 熟悉组里面还没有详细的讨论到，但我个人认为，其中很多配置也是可以被 Media App 所重用的。对，那其实主要的区别就是下面这三个部分，就是关于平台，然后关于权限管理和关于这个应用组件的一些配置管理这方面的区别。刚才其实也简单有提到，就是说，由于 Media App 其实更像是一个 native 的 app，而不是一个 web app，所以它的运行环境里面，并不是完全依赖于浏览器或者是 H5 的这样一些技术。那所以会跟底层的不同的它的 hosting platform 的兼容性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要考虑的因素。比如说，其实我们最开始有介绍过，就是可能有一些是基于 Super App 的一些 platform，或者是基于Native OS 的一些 platform。那在这样不同的 platform 的环境下，它的版本的兼容性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要管理的部分，所以需要通过 Manifest 来配置。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对于本地的一些用户数据的获取或者是 API 的调用，可能也会需要一些比较严格的权限控制。最后一点就是关于整个页面的一些窗口的配置一些页面路由的配置，这些可能都是 Media App 特有的一些信息，所以在这部分可能是需要做一些扩展。那至于说我们最终跟 Web App Manifest 之间能不能形成一个融合的规范，那这个后续我们在这个 group 里面会持续的去讨论，包括跟 Web Manifest 肯定会做一些交流。好，那我这部分的介绍就到此为止，谢谢。